磁轴键盘的问世确实彻底改变了电竞界的游戏规则。从不停引发的 RT 革命开始玩家已经习惯了那种触发随心所欲的快感。但随着这2年的疯狂卷动之下，传统磁轴的发展似乎已经碰到了天花板。目前主流的霍尔效应技术虽然强大，但受限于物理特性，在温度控制、感应范围和结构相容性上已经走到了尽头。那如果你认为磁轴的顶点就是霍尔效应，那这把逻辑最新的巨无系列键盘可能会打破你的认知。它有着优于霍尔效应的 TMR 技术，0.01mm 的精度，8K 回报率，还有磁轴和机械轴的共生。大家好，我是 YC，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把可能提前终结磁轴大战的产品 Logitech G52X TMR。首先 G52X 除了基本的75键布局之外，还有带数字键的98 keys 可选。另外在外观上呢，它的风格和原先的 G512 有不小的差异。G52X 多了一些跳色和造型设计，不过整体不会看起来非常的花俏，依然是 YC 我非常喜欢的低调风格。这次最亮眼的呢，就是侧边的这条 light bar。它本身是 PVD 涂层，在不开灯的情况下也有一点珠光的效果。再搭配同系列的雷雕亚克力手托，能够将光导入到整片的手托中，让它的手托呢变成一个大型的导光板是 YC 我觉得非常有创意的设计。而谈到设计，不得不提到一个我觉得很新颖的点。设计团队把保轴器融合全部藏在脚架里，它组合起来就是一个8度的倾角，符合一般使用者习惯的打字角度。那这种空间利用的设计呢，还有另外一个地方，我们待会会提到。OK， 那么聊完外观设计，接下来我们来聊一点硬核的东西吧。什么是 TMR 呢？它的全名是穿隧磁阻技术。这项技术最早是用在硬碟磁头的高密度读取，而现在罗技呢把它塞进了这把键盘里。那 TMR 又跟霍尔效应有什么差别呢？传统的霍尔感应器是透过2侧磁场的电压差来进行定位，所以在磁力不足的情况下，极容易受到外部磁场和温度导致的干扰。而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磁轴键盘用久了会有触发点漂移，甚至是断触的情况发生。而 TMR 侦测的是磁场变化导致的电阻改变，利用量子穿隧效应，它的讯号输出强度比霍尔感应器要高出10倍以上，因此它较不容易受到干扰。这带来的直接优势共有3点。第一点呢是极致的精度，它能够实现 0.01mm 的精细调整，且在负40度到125度 C 之间并没有精确度的损耗。第二点呢是超低的功效，它的耗电量仅为霍尔感应器的 1%这让 8K 回报率下的讯号处理更加的稳定，不会因为过热而导致主控降频。第三是结构解放，由于 TMR 感应器不需置于中心因此 PCB 上就能够实现有别于一般磁轴键盘的设计，那就是混轴。想要机械轴的好声音、好手感，但又不想要丧失磁轴的顶级性能，那你可以这么做。这是我觉得最惊艳的地方罗技它做了一个混合的轴座，主区域的39颗按键支援 TMR 的磁轴，不管是 FPS、MOBA 或是 MMORPG， 全部都可以 cover 到。这次键位换上磁轴就能够自定触发键程、Rapid Trigger 还有 Snap Tap 的功能，而且是换完轴后，只要一键，键盘就会自动辨识并载入先前的磁轴参数，非常的方便。其他不需要快速触发的区域，则维持机械轴，提供打字时的好手感跟声音。那接下来来聊聊游戏的表现吧。那在 CS2 里面呢，我个人习惯会把触发键程设在 0.3mm，Rapid Trigger 呢则设在 0.05mm。再搭配罗技的 SOCD 演算法，你的 AD 左右横移简直就像在滑冰一样。另外 G520X 呢最高支援 8K 赫兹的回报率再搭配 TMR 技术带来的物理延迟，让你的人物操作上能够更加的灵活。那这次呢还有一个特色呢是这个 SAP 环。它其实就是装在键帽底下的 O-ring， 那装上去后呢，你会在触底前感受到一个微小的阻力变化，而一般的 O-ring 在触底之后呢，键程就几乎没有下降的空间了。
所以 SAP 环呢，除了可以模拟机械轴的段路感之外，还能搭配多段动作的设定来实现游戏中轻按走路、重按跑步的操作。而且这个 SAP 环还有专属的收纳仓，想用就随手抽出来，用完就马上收回，再也不怕弄丢。总结下来，我觉得 G512X 呢给我一个很不一样的键盘体验，让我最有感的就是混轴 Dual Swap 系统，终于能在全磁轴和全机械轴之间大声喊出“我全都要”。虽然目前仅39个键位支援磁轴，但对于竞技游戏来说已经绰绰有余。而且它额外的轴体收纳仓和做成脚撑的8键8轴器，都是我觉得很新颖又实用的设计。如果你问我键盘的终极形态是什么样子，那这把 G512X 呢已经给出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答案。那如果你对 G512X 有兴趣的观众，也可以自行前往资讯栏的连结挑看选看。那相信往后磁轴产品呢也会往 TMR 这个技术发展，就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吧。那本期影片就差不多到这边，感谢你的收看，我是 YC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